大家好，我是小印，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之前的视频我们介绍过关于 OBS 设置和使用的详细操作方法，很多小伙伴表示已经有了录制的素材，希望我能继续出一个关于后期剪辑的系列教程。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款非常简单好用的视频剪辑软件剪映。这期视频我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一步步认识剪映，直到剪辑出一部高质量的完整视频。剪映是一款跨平台的剪辑工具，在电脑、手机和平板上都能操作。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剪辑一个日常娱乐视频，在手机上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需要剪辑高分辨率的长视频，建议在电脑上进行。使用剪映对于电脑的配置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在处理高分辨率视频和复杂特效时，如果电脑配置跟不上，会导致剪辑时遇难卡顿、渲染时间长等问题，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和视频质量。如果设置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使用体验。那我们开始咯。首先，我们在应用商店搜索剪映，选择这个剪映专业版，点击安装进行自动安装。通过这种方式安装，默认会安装到电脑的 C 盘中。如果你希望指定任意安装路径，也可以去官网下载剪映的安装文件，在浏览器中输入剪映，然后找到这个地址，千万不要下错咯。我也会把下载链接放到简介里面。进入官网，系统会根据你电脑的类型自动匹配相应的安装包，点击立即下载。它会先下载一个小型的下载管理器，所以下载速度非常快。这是我们下载后的文件，直接双击进入安装向导。这时这个管理器会从互联网下载完整的软件包。在下载过程中，我们可以点击安装路径修改软件的安装地址，建议安装到 C 盘以外的盘符，因为 C 盘安装的程序过多，可能会导致空间不足而影响操作系统的性能。文件下载完成后会自动完成安装。 OK， 安装成功。桌面出现了剪映的程序入口，右击图标，点击属性，可以看到程序的安装位置。如果你不想安装客户端，也可以点击官网头部菜单栏中的网页版直接使用。不过如果你经常使用，建议还是在电脑上安装客户端。通过网页使用，功能可能不如桌面版完整，性能也会受限于浏览器和网络速度，出现卡顿或延迟，影响操作体验。好啦，安装成功后，我们双击桌面的剪映图标打开应用。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剪映对于电脑的配置是有一定要求的。为了保证软件的流畅运行，我们在使用时尽量关闭不必要的后台程序，比如网页、游戏、其他应用程序等，释放系统资源。第一次使用剪映，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设置。点击界面右上角的齿轮图标，进入全局设置。剪映的草稿位置默认保存在 C 盘系统用户的文档文件夹下。比如我新建一个剪辑项目，这是刚刚新建的视频。草稿指的是这些视频的项目文件，包含了所有剪辑、过渡、特效、滤镜、文本和音频的编辑信息和原数据。虽然这些项目文件本身比较小，一般在几兆到几十兆之间，但如果项目多了，还是会占用一定的空间。我们把它从 C 盘迁出来，保存到其他位置。剪映软件本身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库，这个素材下载位置指的是你在剪映软件中下载的所有素材的保存位置，比如视频剪辑、音频文件、图片、特效素材等。为了避免系统盘空间不足，我们同样将素材下载位置更改到其他盘。缓存管理指的是管理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临时文件，不是你的草稿和工程文件。这些缓存文件可以大幅提升视频编辑和预览的速度，使操作更加流畅。尤其在处理高分辨率视频和复杂特效时，缓存文件能减少等待时间。不过它们也会占用大量存储空间，所以视频剪辑完成后，我们可以选择定期自动清理这些缓存文件。
默认是自动删除30天前的。你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成15天或其他天数，或者不定期的手动点击删除所有缓存数据。预设文件是指你在剪映中创建并保存的一系列自定义设置，包括各种效果、滤镜、转场、文件样式、音频效果等。预设文件的目的是让你在编辑其他视频时，可以直接调用这些自定义设置，不用每次都重新配置。比如，你为一个标题文本设置了特定的字体、颜色和效果，然后将这个文本样式保存为一个预设文件。在我的预设这里就会出现刚刚保存的预设效果。编辑下一个视频时，可以直接在我的预设这里调用设置好的样式，而它的样式参数文件将会保存在这个路径下。我们把它也更改到其他盘，其他都保持默认设置就可以啦。我们再来看看剪辑区，把这个自由层级勾选上。如果不勾选的话，我们的字幕、贴纸等这些素材只能放到视频素材的上方。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其他素材放到视频素材的下方。比如我想让这行文字出现在我的后面，我就需要勾选自由层级，然后把文字放到这段抠像视频的下方，再把上面这个视频进行抠像，这个效果就实现了。正常情况下，我们剪辑视频是非常丝滑的，可以随意把素材拖入到剪辑区，并且指定任意位置都可以高质量预览素材内容。但是，如果你正在编辑一段 4K 分辨率60帧的长视频素材，这种高质量视频文件非常大，对电脑的处理能力要求极高。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一般，在处理这种高分辨率视频时，软件可能会变得非常卡顿，甚至会崩溃。对于很多刚开始创作的新人来说，购买高性能的电脑设备成本会比较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进入全局设置，选择性能，勾选代理模式，它会把原本非常大的素材压缩成很小的文件，剪辑时就不需要直接读取 4K 文件，而是读取压缩后的文件，剪辑会变得流畅。比如我这个素材原文件是 3.26G， 添加到素材面板时，左下角会显示正在生成代理的小图标，生成成功后，这里会显示代理图标。打开这个代理文件保存位置，复制这个文件地址，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原视频从原本的 3.26G 被压缩成了90兆的小文件，剪辑起来会变得非常丝滑。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先创建的工程文件，再打开代理模式，加入的素材是不会自动压缩的。我们需要在视频编辑页面点击参数设置栏下方的修改，选择性能，打开代理模式，然后选择视频压缩的分辨率，点击保存。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压缩了，压缩的文件只会在我们剪辑时使用。当我们导出剪辑后的成品视频时，它会自动读取原片 4K 文件进行成片导出。不会影响导出后的效果。打开代理后，我们还需要修改一下代理位置。为了避免因为代理文件过多导致电脑运行缓慢，我们还是把它设置到 C 盘以外的分区。如果你的电脑空间不足，也可以不定期的手动清理代理文件。代理文件清除后，你的草稿或工程文件不会受到影响。当你下次编辑视频时，它会再次自动生成代理文件。如果你的剪辑作品用了很多特效叠加，
剪辑软件需要实时计算多个片段和特效的叠加效果，负荷较大，预览时特别卡。你可以选择所有叠加素材，右键新建复合片段，再右键预合成复合片段。播放器左上角会显示复合片段预合成处理中。预合成完成后，多个片段和效果会合并为一个单独的片段。由于预合成后的片段已经经过渲染，播放时不需要再进行复杂的计算，因此预览会更加流畅。如果你需要再次修改某个效果，选择这个片段，右键点击解除复合片段就可以了。除了以上操作，你还可以点击播放器右上角更多设置图标、预览质量，选择性能优先模式，画质会从原本的 4K 降低到 720P。 虽然预览画质会变模糊，但编辑操作会更加流畅，没有卡顿，最终导出的视频仍然是 4K 分辨率，不会受到预览模式的影响。通过这些设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使用体验，但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升级硬件设备。下面是关于剪映对电脑配置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推荐配置。虽然剪映对电脑配置有一定要求，但对于普通的 1080P 视频编辑任务，最低配置基本可以满足需求。如果你经常处理 4K 视频或使用大量特效和转场，为了确保编辑流畅，提高渲染速度，建议使用推荐配置或者更高的配置。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如何安装剪映以及如何获得更流畅的剪辑体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谢谢大家的支持。